不会是有……是离职。又回到这里了，这家伙搞得也太空无一人。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逐梦客户、豪中鸟将和家族的贵宾，还有大名鼎鼎的星穹夜社的无名客，欢迎来到精品和平公司的旧厂。真是深深。Hello， 晚上好呀。看谁能笑到最后，游戏开始。对，基本上每天都在玩这个，玩了1年了。现在退下，微风游戏。你们选错了对手。然后今天刚好更新这个嘛，谢谢那个Hello。还在犹豫什么？谢谢霍木送的粉丝团灯牌。意志力，退下。哪有什么哪个好玩这种东西，见仁见智的。你问我，我怎么说呢？领受天赐，是吧？我不回答这种问题，这要你自己玩了才知道。侦查到敌方目标，所以自己去试一下吧。百花盛放，感谢支援。偿还吧。敌方数据说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这都不是一个类型的游戏，为什么要去比较呢？这有什么好比的，对吧？意志力。哎呀，没有技能点了。真是难缠。该清算了。我也2个都玩啊，那你干嘛还要动呢？再来一下，这一战不可以。不去。越策未尽，竟让这一轮月照彻万川。第一次刷到阿赞，第一次刷到的话就点个关注呗。哎，我感觉好像，流量好像比较差的样子。无处可逃，已踏入风暴。谢谢小文师的关注。击溃他们。我前来送行。啊，不用道歉。干嘛？我也没怪你，我只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哎，我觉得这个 BOSS 好难打呀。领受天赐，偿还吧。可以讨论啊，不要问那种黑即白的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开始进入支援。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内容主要是打游戏，因为原神刚更新嘛。越策未尽，能够为此付出代价。这一轮月照彻万川。你们选错了对手。侦查到敌方目标。百花盛放，长生之近视650度。我戴了隐形眼镜，我这个眼镜是个框架。抽黄泉了，但是我还没有练它。然后专武还没有抽。意志力，准备上。
急如之人。幼年生长在民。受恶下重压，不灭。无去。我前来送行。侦查到敌方目标。我去，所想，我一无所有，全部压中。太变态了吧！请助我的意志力。我们早已踏入风暴，为了死我害我谁，击溃他们，退下。哼，你越射越近。请让这一轮月华。照彻万川。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开始介入支援。感觉今天晚上的流量很一般啊。敌方数据收集完毕，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别清算了。终于从一而终，自投寻友。这一战不可避免，你无处可逃。侦查到敌方目标。你们选错了对手。我去，所想，我一无所有。清明节就在深圳吧？幼年生长在民。请让这一轮月照彻万川。留着大打骰子，哎，是的，我发现了。但是我刚才如果不打的话，他们就没血了，所以我要先把他们的血打起来。开始介入支援。讨厌，受恶意重压，不灭。我靠，1点，2点，那这不是全都挨打？侦查到敌方目标。敌方数据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所想，我一无所有，全部压中。敌方数据收集完，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我感觉我有点贵了呀！我不去看演唱会。你会为此付出代价。请助我的意志力。我们早已踏入风暴，为了死我害我谁，击溃他们，退下。请让这一轮月照彻万川。你越射越近。我前来送行。领受天色。援助来得很及时。幼年生长在民。百花盛放，偿还吧。终于从一而终。我去！侦查到敌方目标。这一战不可避免。请助我的意志力。开始介入支援。再来一下。敌方数据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哎，我这个今天下午已经打了2次了，然后也是。你们选错了对手。双流。所想，我一无所有。只要不被控就好，我觉得。敌方数据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无趣。死了吗？所有人都这样，为什么能活得更痛快一点？
谢谢 M 什么什么送的粉丝团灯牌，你的名字我每次都不会读。故作姿态，你们让我有些新奇了。为了尽兴，各位，我就押上全部的筹码了。只有抛血理性，才是真正的博弈。对，今天比较早，然后好像没什么人来啊，才10几个人，感觉没有热度了。你要听？也许黄泉要出手了，是的。我不需要寻求是他们。我想要黄泉的专武，还没抽到。为什么？谢谢冰可乐开瓶器送的小星星跟快乐奶茶。从不瞥视任何留下秘密。总有从阴影中。刚下课啊，晚自习吗？你还留着。这就足够了。在他们彻底消散，我会抵达虚无的境。你说游戏的好友位吗？我等会儿看一下我的 UID 是什么。抽银渡窗，如潮涌至，灵力归乡。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的 UID 啊。这是什么地方？巨大的黑窝。不能退。欢迎来到这个悲伤的世界，卡卡瓦夏。你的好运数。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最宝贵的财富。我感觉我玩这个游戏2天时间，左下角遮住了是什么意思？证明你的本事货真价实。我看到了，我在评论区发给你啊，103658508881，我发到评论区了，10365881。抽黄泉了，已经抽了，但是，很遗憾，这里不是你期待的地方。没有抽到专武。虚无。也许在你看来，我是一位隐藏身份的令使，但是，沉眠无相者从不瞥视任何人，只是有些人在他仅此而已。所以，这就是我的终点。死后，这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梦。伊克斯的万千表征之一，在虚无的见证下，我们看来我的死，即便你希望如此，我也无法给出承诺。既然目的已经达成，这个游戏叫《星穹铁道》，有人想到匹诺康尼的梦，还蛮好玩的。不好玩，玩它干嘛？钟表匠的遗唉，你是怎么发现的？我也未曾料想，自己意外得知的某件事。会成为是那个人的身份。看来你也知情。我不能确定，命案是个好借口。这片美梦并非汪洋，同时也借助这道隔绝死亡的。除非有人去往并且能活着回来。有人已经做到了。我很早就获得了。谢谢百变小樱的分享呀。很遗憾，但怀疑一件事不需要证据。在我看来，你确实很幸运，你也很狡猾，所以你才能赢。而在你的布局里，一场豪赌，不是吗？
引爆一颗星河，如果你到最后的讨论如果没有意义，是你赢的。而这之后可以试一下这个游戏，可以试一下。因为除此之外，从这场梦中醒来，去你应去的地方吧。你的赌局尚未结束。在分别前，能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深入坑会很干啊。身为走在那条还好路上，吧，慢慢玩就好了，不要追进度。为什么我们要为了死亡而出生在这世上？我从不这么认为，你也一样。可虚无的确，也正因如此，什么才20个人啊？前2天人还蛮多的。倘若命运的骰子从来都被灌铅，我的回答未必能相。但你说过，考试就不要玩游戏了，考试就好好的准备嘛。所以你也一定能，就算结局早已，但在此之前，在走向结局的谢谢名字不要太长，这样就好的关注。你的名字还蛮长的。看看你的口袋吧，你的朋友早就把答案交给你。祝你好运。涨流量还是多打 PK 吧？不行，我不敢打 PK， 没有那个勇气。哎，眼镜戴着我好累。那我也该走了。先生，你要走了吗？你最后还是选择……那他们在哪？他们在每个人都会去往的地方，一个很远。你也要到那里去？我总有一天也，但不是现在，会有那么一天。所以在那一刻到来前，行，等一下我准备好什么？准备好面对它。等一下我通过一下。我想，当然，因为我是圣母神赐福。但你看起来还是很紧张。我也这么觉得。也许只有你能帮我个忙了。最后一次，我们来对场吧。你要出发了吗？愿母神3度为你合眼，愿你的血脉永远鼓动。有。旅途永远坦然。轨迹永不败露。我们将在是挺伤感的。极光下重逢。哦，这个是那个黑洞的那个。再见，卡卡瓦夏。杀气时的光芒消失了。偷怕。这只代表一种结果。他兑现了承诺，也得偿所愿。按照计划，履行我们的职责，开始收获。现在不是首充双倍重置了吗？我来庆幸，我为甘露一切献慢慢来。我这个剧情超级长。你醒了，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你已见过我了。我本想更早出现在你面前，但我受到的阻拦比预想更深。11次，艾利欧说的没错。谢谢市民在这片送的梦想之地，粉丝你我都会团灯牌。不如他和卡，所以那就是向你展示。哇哦！
的全部。未完待续。迷宫一样的走廊和厅房，无处不在的陷阱机关。流萤，这大宅子的主人疑心病有点。你很幽默，治安官先生。希望这份幽默只是发表一对啊，下个人今天人好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直播玩游戏的原因吗？消极。那我等会儿把游戏关了，跟你们纯聊天好不好？你与真凶。唉，无赖、混混、酒鬼、流氓，这些垃圾话我可听过太多，但我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我收回。我把游戏直播关一会儿试试。你的问题不是疑心太重，你是个疯子，懂吗？你们其他游戏没人看，好吧？把我这条老狗的……我把游戏关了，拔了獠牙，现在又开始指控我杀人，混账！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样人会多一点吗？让你在这不停地说疯话？好像也没有。比起我，你更应该去关心那群正在影视乐园闹得热火朝天。用不着你提醒。那位使节一出公馆的门，我就明白他想干什么。我的仆人全都看在眼里。他的小魔术确实骗过了我。你以为我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又是为了什么？才把那座影视乐园的，因为我的目标从始至终就是你，猎狗。他闹出的动静越大，如果我真是凶手，你又何必这么遮遮掩掩？哦，我忘了，你也有个不好伺候的主子呢。他们叫你别管什么狗屁凶杀案，专心是不是啊？温柔的凶。看来你的伪装已经帮你充分了解到家族的每一处细节了。伪装？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是假人了？睁大眼睛仔细瞧瞧吧，带光环的。诚然，啊，你身上我没有在那个了。棕色的头发像班尼一样柔软卷曲。橙色的眼睛，我没有在直播玩游戏了。古怪的声音，我是在玩，但是我没有在播，没有在播游戏。水壶调饮技术，治安官的身份，他们全都是真实的，来自52位忠诚的家族成员。当他们汇聚于一处时，不玩游戏，所以只要游戏主播通常跳过，好吧？看来今天选择直播游戏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将他们据为己有。哎，好像开始给流量扶持了。在梦境中，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神秘的爪牙。可以点个关注吗？健身结实男吗？是叫？你有种，厉害，可以啊。是我太低估你了，我欣赏你，但所以呢？谢谢你的关注，这就能证明是我杀的，这能证明。谢谢欧仔送的粉丝团灯牌。哎，听好了，播原神啊，其实我现在对原神已经没什么兴趣了。我现在只在我每天上原神就做一下日常任务，然后清一下体力。你这个混账！然后也没什么了。为什么要杀了他？唉，当局者迷，人们看不见眼中的沙子，只知道沙子就在那里。想要答案，我可以给你。一切只因那原神长草期太长了，是的，原神长草期比较长，基本上都几个月的。然后就是，哇，
在火的远处。帅哥上线了，帅哥是说我吗？我不是帅哥，我是一个普通的小主播。谢谢没有名字送的粉丝团灯牌。主播是辣弟，我应该不是弟弟吧？我应该年纪还蛮大的，年纪应该比你大吧？对，这个版本的剧情真的挺长的，真的太长了，我有点受不了。今天搞了一下午，然后这个任务还是这个剧情还是没做完，太多的那种对话了。真的很爱主播这款，喜欢主播这一款就上个灯牌呗，好不好？帮我增加点热度啊！我这今天晚上播的一点热度都没有，一直都是20几个人。如果还是这么少人的话，我真的就是等会儿就不想播了。谢谢方圆送的入团卡和粉丝团灯牌，谢谢风起远扬的粉丝团灯牌。你以为我比曹叔叔比我大？曹叔叔是比我大啊，曹叔叔比我大1岁。曹叔叔是86，我是87的，所以你没感觉错。刚才要加我好友的我已经通过了。大1岁不算大吧？大1岁，大1天也算大。大1岁怎么不算大？男神。哎呀，今天晚上直播真的没有什么人气，搞得我好郁闷啊！今天晚上直播，人好少。你也是87年的，有什么感受吗？马上要到40岁了，有没有觉得很恐慌啊？讲故事人气就上去了，讲什么故事呢？你们想听什么故事吗？我不知道讲什么故事啊。快40了，哎呀，我觉得快40岁，你的身材，我觉得年纪越大，身材越重要，这个是我的一点感觉，就是到了40岁之后，快到40岁之后，你的脸啊，还有身体啊，就开始松垮，然后，哎呀，真的一定是要健身的。我今天晚上本来说去游泳来着，结果吃完饭回家，往回走的时候，走着走着就累了，想说啊，算了，不去游了吧。看一下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去游泳。如果明天晚上，希望我明天晚上可以去游吧。我对身材有迷之期待，为什么说是迷之期待呢？为什么是说迷之期待啊？谢谢草莓咖喱酱送的。我对我的身材没什么期待，我只是希望我的身材能不要垮得那么快，稍微做一下身材管理吧，就屁股呀、胸啊不要太垮，然后肚子呢不要太大。可是我的肚子还蛮大的啊，
深圳这个季节，我是去游泳馆游，小区的游泳馆。这是狸猫啥裸泳？有人说我是裸泳吗？啊，他说的那个裸泳应该是指裸体游泳吧，不是指剧里的那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看过那个什么。我有肚子，我肚子可大了，谢谢帅帅送的粉丝团灯牌，我肚子特别大。哎，肚子是真的大呀，大的我连衬衫都穿不下了。多少斤？多少斤啊？多高啊？你点个关注可以吗？你点个关注，我给你说一下，报一下我的3围好吗？你说你这不点关注，然后搁这儿查户口，合适吗？我1.73米，然后78公斤。谢谢彩云间送的入团卡。说完就取关，那你取关呗，我还能拦着你吗？哼。唉。身材比例好，身材比例好，你不点个关注吗？有肚子啊，78公斤，肚子就占了一半。我拍剧的时候是比现在胖。谢谢青青送的入团卡。这件黑的帅吗？我好像在我抖音里面发过这件黑色的衬衫。拍戏的时候比现在胖啊！拍戏的时候比现在胖。拍戏的时候大概81、82的样子吧。现在78。哦，不是为了拍戏故意胖，我没有故意想要胖。我故意想要瘦一点。我不知道，有点不知道聊什么了。感觉今天晚上的人好少，然后突然间没有什么直播的动力了，怎么办？
时间不定，所以我要，哎，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确定我的时间啊。我没有办法确定我直播的时间，就是因为我每天结束工作的时间不确定。预告一下，那我明天晚上几点呢？明天晚上不知道我几点播，明天晚上9点半或者10点吧，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9点半10点这样子。谢谢悲与喜送的与你相伴，谢谢你，谢谢你。时间不够用，帅哥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晚上感觉没什么人气。解锁报告可以获得优势。狸猫，对，我是狸猫。你们有看小茉莉吗？最近才发现，都已经播了1个月了，播了1个半月了。除夕那天，春节那天开始播的。电视剧里很胖，电视剧里很胖，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比现在胖，然后后来减肥了。是小茉莉的演员，然后现在减肥了。谢谢虎头送的小心心。对，去年的9、10、11、12，拍了3个半月吧。
多少？减了6、7斤，差不多吧，差不多减了6、7斤。电视剧里可爱吗？可爱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点个赞，点个关注呢？点个关注好吗？帮我增加点人气。我今天晚上直播间的人气好可怜啊！真的好可怜啊！我真的没有人气。哎呀，今天晚上连30个人都上不了，感觉直播好无聊啊！青山。想让我回你什么呢，青山？谢谢 UDD 送的捏捏小脸，谢谢你哦。上了一下掉下去了，对，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删你。操，我截个图先，免得你不认账。可以，这种请求我绝对满足，好吗？打中点。请问要怎么样才能让我的人气上去呢？好像群里面的小伙伴，你说粉丝群吗？粉丝群里的好像没有，粉丝群里的好像没有来。但是，地球同学你好，刚刷到天天在直播，好的，谢谢蓝绿色的关注。是阿赞，对，是我。认识我吗？声音蛮可以的，谢谢你。我以为你要夸什么，结果夸的是声音啊。谢谢 Eleven 送的粉丝团灯牌。啊，别叫我老师，我不是老师，叫老师蛮奇怪的。卡爷那次直播效果的原因，直播效果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他直播有什么效果？
绿屠夫，你们一伙的吗？一伙的是指，我不太懂你这个一伙的是指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叫一伙的？一个团队，我们没有团队啊，我们自己。你说的团队是什么？直播团队吗？我们没有什么直播团队，其他的就是在一起拍了个小短剧。我们算是一个剧组团队的，这样算吗？好朋友，对，我们是好朋友，好朋友是的。呀，人数终于上30了，谢谢抖音给我流量啊！抖音终于开始给我推流量了。女啊，哦，我声音没有失真吧？拍剧挣钱吗？拍剧不挣钱啊，拍剧没有挣钱啊。你觉得我有红到可以拍剧挣钱的份上吗？我没有在玩原神，我在玩星铁、星穹铁道，然后在玩星穹铁道。导演都是赔钱，也不叫赔钱拍吧，就是他也有投资人啊，然后也有人投资他，只是说我们就没有酬劳啊。武打戏份，我哪有武打戏份啊？我没有武打戏份。但是后面就是他之前跟我说，好像有计划是说要去拍一个番外，那个番外可能是一个古装的短剧，就是拍我跟百里还有那个图图啊，不是，我跟百里还有龙二，我们3个人去拍一个古装的短剧，就是拍我们的前世，然后是不是听起来很荒谬？就是前世3个人的关系，不好意思，我这听起来很荒谬。敌方数据说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就让这样然后我们3个人前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关系？他之前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个可能要去外面拍，我一直就没去。再加上他之前在忙别的事情。他不必之力，你无处可逃。我们早已踏入风暴，他还有没有计划？击溃他们。游戏声音太大了，是吗？我把游戏声音关掉了。这样还有游戏声音吗？哎，对哦，曹叔叔在剧里的名字，我好像还不知道哎。他这个角色好像在剧里面没有名字，还是有啊？我忘记了。因为他这个角色在剧本里没有，是后面为了给我凑 CP 加的一个角色，所以你这么一说，我还真不知道他在剧里面叫什么。
也不是 NPC， 那肯定也不是 NPC 了。综艺啊，综艺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综艺可能也要等一段时间吧。哎，我的粉儿越来越多了，可是我今天晚上的直播数据好差呀。如果一直这么差的话，我感觉我就没什么动力继续播下去了。多来几次看我的安排，你说看我的直播安排吗？哎，我觉得我接下来可能真的要好好想一想，直播的时候要讲点什么内容了，就是没有内容，干聊还是挺累的，还是要有点内容。拍戏的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拍戏的时候好像有意思的事情。卡爷讲单口，下次我去看一下卡爷直播好吗？看一下卡爷直播的时候都在讲什么，我也可以学习一下。我没有什么才艺。我看过那些主播，他们直播的时候还挺拼的，就是什么都就反正只要是为了流量，什么都可以做。整脸红了。剧里面是有一部分是原声，有一部分是别人配的，前面几集是别人配的，后面就是原声了。你说倒也不必哪样啊，没太懂你说的意思。给你推荐一个小姐姐的直播，她叫温暖521嘎嘎乐。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的那种特别专业的那种，对，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特别专业的那种。为了流量，我只想着今天晚上能怎么样有点流量。主播直播打游戏吗？我刚才直播打了一下游戏，然后那个人都掉光了，就已经没有人看了，然后我就不打游戏了。我就虽然我现在仍然在打游戏，但是我就是没
把那个游戏画面播出来，就是一边打游戏一边聊天。今天晚上直播的数据特别差，有点遭受打击。毕竟我也不是职业主播，遇到一点挫折我就会崩溃，我心理素质很差。真的见到阿赞了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声音是你喜欢的类型。谢谢超爱百里屠夫的关注，哇，你这个 ID 真的是，稍等一下，我去上个厕所。我回来了。小茉莉的弹幕已经破2000了。对，我看那个百里发了那个什么，发了朋友圈，他说他这周要剪2集，然后你们可以期待一下。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这周会有2集播出。小茉莉后面当然有我的戏份了，怎么会没有我的戏份呢？好了，我把游戏关掉了，专心直播。放会儿音乐。谢谢超爱百里屠夫送的小心心和
加油鸭。才开始，也不是才开始，也有一段时间了。我的故事线也有一段时间了。谢谢185大帅哥的粉丝团灯牌。哦，没有，我刚才在找歌，在找歌曲。我是演小茉莉里面那个酒吧老板的，你也有看吗？有看的话，觉得我演得好吗？演得好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吗？第一次拍戏什么感觉啊？第一次拍戏觉得说，拍戏的时候，演员的视角跟观众的视角真的差蛮多的。就是你在镜头前，就是你演的跟你想象中镜头前你会看到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角度啊，然后运镜啊，什么取景啊、构图啊、光线啊，导致你以为你拍出来的和实际拍出来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拍戏的时候一定要听导演、听摄影师的指挥是很重要的。而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新人的话，一定要听指挥，多听别人的建议，这个是我的感觉。谢谢嘚儿嘚儿的关注，你的名字好有意思啊！里面的角色谁最好看啊？我觉得都挺好看的，谢谢你的关注啊！你的名字太难拼了，我就不念了，什么什么什么 swing。哦 ，all I do is win 是吗？好吧，我会忘词啊，我当然会忘词了，我一直在忘词，我疯狂的忘词，频繁的忘词，很多词都不记得了。谢谢嘚儿嘚儿的粉丝团灯牌和入团卡。就是拍戏的时候，那个台词虽然可能一句话只有10几个字、20几个字，但是你背台词的时候，你脑子里只有台词，你不会注意自己的表情，你也不会注意自己的形态、肢体和动作。但是你实际上表演的时候，除了台词，更重要的是你的
动作、你的走位，然后你的神态，就是当你单线处理台词背台词的时候，你单线处理嘛，那你会发现很容易背。但是当你要在念台词的时候，你还要注意你的表情，注意你的语气，甚至还要走位的时候，甚至手上还有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了一个多线程处理的一个状态。然后词就是你脑子里在想我下一个动作要干嘛干嘛的时候，然后嘴上的那个词就断掉了。所以我觉得不是台词背不下来的问题，是缺少这种多线程做事的一个能力，就是手在动，脚在动，眼睛在动，然后嘴巴在动，脑子也在动。其实还是挺累的，就是挺难的。它跟你正常做一件事情，比方说有的人可以边跑步边说话，然后甚至还边骑车边看手机什么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按照别人设定好的台词，别人设定好的动作去拍戏嘛，所以还是挺难的。里面拍的好看是因为拍了很多遍嘛，然后导演有导演的要求，摄像有摄像的建议，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难的事情的。所以有的时候说演技，其实我们就是比方说看电影看电视剧的时候，然后会评论那些明星的演技。我觉得演技虽然只有2个字，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包含了挺多内容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难的，可以自由发挥。我们有一些就是自由发挥的，我自由发挥了几场戏，但是还没有播出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剪掉了。是挺难的。对，我是理工男，而且我现在的工作也跟理工科是有关系的。花絮不在我这里，所有拍摄的素材材料都在导演那里，你们可以去他那里要一下，让他发抖音啊，弄点宣传的视频啊，宣传的照片啊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去催一下他。百里的发预告方式可以学习一下，他有什么发预告的方式吗？可以跟我说一下吗？你说发什么预告啊？我没看到你发的消息，我就看到你发了一个怎么不理我。你前面发什么了？你前面发东西了吗？剧几点上传？我不知道他几点上传，但是应该是晚上8点播吧。剧之前每周播1集的时候是周日的晚上8点播，然后这周如果播2集的话，就是周六跟周日的8点播吧。老婆来杭州了，我知道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借你玩巴克，借我玩一下可以吗？我们换一下，交换一下。最开始谈预告的方式，
我的剧上传了还要审核啊，这个审核的时间是不好控制的，审核的时间有的时候要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就很快，这个取决于后台。谢谢嘻嘻哈哈的关注。应该让他醉醉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喝酒，我也不知道他周几回来。哎，随他便吧。预告不能只有直播说一句，所以就是要发一张，要写在简介里面是吗？要写在简介里面，或者是发一个什么预告之类的是吗？啊，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去我的简介里面改一下，就是说晚上不定时直播之类的是吗？是这个意思是吗？我改一下我的简介。1万粉丝有福利吗？1万粉丝有什么福利？我看一下我现在粉丝数多少了。现在9703个粉丝。卡爷的动态，卡爷的动态是什么？我看一下。我还没想好1万粉丝有什么福利。1万粉丝，可以在粉丝群里面先说一下是吗？就是说，今天晚上要直播什么什么的，是这个意思是吗？那我下次可以试一下。我去看一下卡爷的那个。呀，胖子在北京来了，谢谢你的小心心。衣服好看，衣服就是一件正装的衬衫。因为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哎呀，他们有说想看一下
就是能不能穿正装直播，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试一下。结果今天晚上直播的人气好差呀。不热吗？我开了空调啊，家里面开了空调。谢谢 James Happy 送的纸鹤，谢谢你啊。正装好看，正装就是穿一身黑，好看吗？你看我现在是疯狂的收腹，真的是疯狂的收腹。谢谢胖子在北京送的加油呀，我会加油减肥的呀。看看不收腹那是另外的价钱好吗？给我充个嘉年华，我单独录一段不收腹的给你看好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结果。我们都不是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怎么突然间没有人说话了？刚才露了一下肚子上的那个，露了一下肚子就突然没人说话了是吗？好羞耻啊！我觉得我连这种程度应该没有到擦边吧？我觉得我连这种程度的都会尴尬。跟着你走，跟着你走。不许笑！哎呀，哪有那么大魅力啊？没有那么大魅力。主播是跟通讯录朋友合租吗？主播不是的。这可怎么涨热度？什么意思啊？主播自己住，没有跟别人合租，主播是整租。用尽所有。因为不能经常来，所以不知道要不要点亮粉丝灯牌。点呗，点呗，帮我点一下吧，帮我的直播间增加点人气吧。我已经播了1个小时了，然后才30几个人气。我只在抖音播，我不在别的地方播。谢谢 Star 星辰送的入团卡，谢谢第二人生送的入团卡。
主要弄，我主要是弄的话没时间看，没时间看什么？弄什么东西没时间看？我没太懂你这句话的意思。谢谢。这个词怎么拼呀？这是单词吗？我去搜一下这个单词怎么念啊。先谢谢你的大啤酒跟入团卡和小心心，谢谢醉卧亭边早就不识君的入团卡和粉丝团灯牌。我去搜一下这个单词怎么发音 ，F-O-U-R-I-E-R。傅立叶，你是学数学的吗？啊，你一般在卡爷跟图图那边啊，那你可以，我看你也没有给他们上灯牌，要不然你给我上个灯牌呗，好吗？衣架整的特别整齐，对，因为这个衣架上全都是正装，西装还有衬衫，所以我会用防尘袋把西装装起来，因为我的西装买的对我来说比较贵，所以我会比较爱惜它。那你可以帮我再上一个灯牌吗？谢谢你，谢谢超爱百里屠夫，谢谢冰可乐开瓶器，谢谢 Star 星辰。我们爱的难舍难分，爱的奋不顾身。Fourier。感觉今天晚上的人气就是停在那个30多了，上也上不去了。刚才有到35个人，这会儿又下来了。哎，什么时候能像别人那样子直播一场上百人？好羡慕呀！距离半小时第47名，据获奖，距晋级差279.8，据获奖差26.6，什么东西啊？图图直播一场有300多吧，200-300人啊。他上周日我看他直播有上百人，大几百呢。星期三不是小周末嘛？行吧，我现在尽量每天晚上都播讲故事。你们想听什么故事呢？我可以给你们讲，但是我自己不知道讲什么样的故事。讲故事，什么故事？讲什么故事了？不知道。尤其即兴演出直播就更多人，我没有那个才艺。我跟图图他看了我的抖音，然后通过抖音知道我这个人，因为大家都在深圳嘛，我就去他的那个酒吧玩，然后跟我朋友去的。我去的那天刚好他也在，然后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就说，下一部戏找你拍，你愿不愿意来啊？然后就这样就认识了。哇，一天几千人，他的故事还是挺多的，他的经历比我丰富多了。预告下一个主题，那我得设计一下。可能得设计一下主题吧。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一时想，我也想不出来讲什么。谢谢君君的关注，谢谢君君的关注。
他的故事一般都是恋爱啊，我的恋爱经历挺单薄的。我最近5年、6年，我最近6年就只跟同一个人谈恋爱，就是谈了分了，然后复合又分了又复合，就是这样子，就是分分合合，就是那一个人。不过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跟他就是分分合合吧，没有别的人，所以也挺无聊的。我跟他谈，一般谈一次可能1年1年半，然后分手的期间也是1年，或者是分了差不多1年多，不到1年吧，反正每次差不多分手都是在1年，然后后面又复合，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比较少见吧。对，谢谢醉卧亭边早就不识君的人气票。为什么分分合合啊？因为我跟他是2018年认识的，然后2018年在一起，但是他的年纪很小，他比我小了10岁，小了整整10岁。他是8月份，我是9月份，然后我87年，他97年，我比他大了10岁，所以现在在谈啊，现在还在谈。然后我比他大了10岁，谢谢悲与喜送的状元帽，谢谢你哦。所以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过了那个甜蜜期，就开始有一些矛盾了嘛，因为年纪差的比较大，然后大家的背景也不太一样，就是工作背景啊什么的都不太一样，就开始有矛盾，然后坚持了1年多吧，1年半，然后就分了。分了之后呢，就开始疫情了。2019年底分的，2019年10月份分的嘛，然后分了没有2个月就疫情了，就开始封控在家呀，然后在家里面，就也出不去嘛。那个时候分了之后，我其实有点小插曲，就是10月份跟他分的，然后11月份特别受打击嘛，那段时间就开始跑去健身呢，然后就那个时候减肥嘛，就我不知道可能分手之后会比较受打击嘛，然后后面1月份的时候就是疫情来了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管的不是很严，我就去了日本，我在疫情的爆发的初期去了日本玩了半个月，然后我就回来了之后呢，就还是觉得很喜欢他，然后忘不掉他。但是那个时候就要开始转移注意力啊。然后因为之前我们跟他谈的时候是住在一起嘛，然后我就不想住在那个房子里了，每次住在那块就会想到他。然后当时我是跟我室友合租的，我就跟我室友说我们换个地方住吧。然后室友说可以，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房子之后，就我们2020年的4月份，然后就搬家了之后呢，我差不多那时候距离我分手也有半年了吧，我就走出来了，就是也不是走出来了吧，就是没有那么难受了，愿意出来玩了。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去泡酒吧，然后出去玩。其实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像现在留这种大胡子，我那个时候只是留了这一圈，就是这里这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条，就其他地方都没有留，这边啊，然后这块全都没有留。我是在4月份的时候，2020年4月份的时候，有一次看到那个好像胡歌当时有在拍了一部电影吧，他是作为导演，然后他就会去宣发嘛。我就看到他的那个导演的那个造型，就是留了一个这种口字胡，然后想说我要不要也试一下留这种口字胡，然后就开始把这边的胡子全都留起来了，然后就是脸上的胡子越留越多，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时候算是走出跟他的分手的那个情绪里面，然后我就开始出去玩，去酒吧，就深圳的那个时候反正也新开了一些酒吧嘛，
然后就发现自己出去还挺受欢迎的。就我之前完全没有这种概念，之前跟他谈的时候，完全就是就是属于那种24小时宅家里面，除了工作就是回家然后打游戏，然后他出去跟朋友玩也不会带我，就是属于把我雪藏的那种吧。就后来用他朋友的话说，就是我被他雪藏了。然后我就去酒吧玩，当然也会遇到他的朋友嘛。他的朋友就说啊，你是那个谁谁谁的对象，怎么以前都不知道深圳有你这么个人？说他每次出来跟我们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有个男朋友，也不知道她男朋友长什么样，然后也不知道她男朋友是谁。然后看到我之后就是看起来就是很那个什么，就说啊，原来她男朋友是你啊，然后就是长得好看啊什么，就是反正会有人夸我嘛。后面就认识了一些她的朋友，然后就是发现其实圈子挺小的，认识来认识去，反正深圳的通讯录也不多嘛，就是这么几个人，去酒吧里就是这么几个人。然后后来就差不多6月份7月份，哇，我那个时候玩的好疯啊！我那个时候在酒吧，我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就是周5周6是肯定会去酒吧的，然后每天都会喝到，每个周末都会喝到凌晨3、4点回来，有的时候还喝通宵，然后一晚上转好几个场子。我记得我7月份有一次喝的最疯狂的是，我们先喝了第一场，我在第一场已经喝的快不省人事了，然后我们去第二场是去一个那种有 DJ 打碟的那种迪吧，就是是我第一次去那种特别嗨的那种场子，然后我就比较新鲜感比较强嘛，我本来就已经喝得很上头了，然后我就又喝了大概5、6杯吧，因为我酒量还可以，我就又喝了5、6杯，然后我就断片了。就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记得了。然后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在一个陌生人的床上，就是那个人背对着我，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以为是陌生人。就我睁开眼睛，我看了一下这个房间，不是我的房间。我看了一下这个人，我看他的背影，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去摸他，我就是去扒他的肩膀，就是去把他的肩膀扒过来，我要看一下你是谁。然后就转过来了，然后一看，哦，原来是我的一个姐妹。然后我就开始问他，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我的那个姐妹是跟一群朋友合租，她的那群朋友我也认识，也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们看我醒了之后，就开始进来，开始给我讲故事，说我昨天晚上喝多了之后呢，其实很早，才1点半不到，我就说我就坚持要打车回家。我就说什么我都要打车回家，然后他们就是说再玩一会儿，然后我说我不行，我要走。然后呢，我就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就要上车，都是他们跟我讲的，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这段记忆。然后呢，出租车司机就不让我上车，说看到我那个样子，觉得我会出事。然后我朋友我司机就留了我朋友，就是我朋友的那个手机号，然后我朋友也不知道我住哪儿，我朋友就跟司机说我大概住在哪一片，然后司机就开到了我住的那个附近。其实后来我听他跟我说，后来他就来接我嘛，后来他来找我，我才知道那个司机停车的地方其实就在我家附近不远，但是司机不知道我住哪儿，然后呢让我下车我也不下，后来司机就非常有先见之明啊，他不是要了我朋友的电话嘛，他就开始给我朋友打电话，然后我朋友人当时还在酒吧里面，但是他没办法，他就跑到酒吧来啊，他就从酒吧出来，然后就到了司机说的那个地方，然后找我，然后他到车上，他看到我了，看到我们的车了，准备上车把我弄下来的时候，然后司机说把车费付一下，然后他在付车费的时候我就吐了，就把那个门一打开，然后风一吹我就开始吐，我就直接在车上吐完了之后，然后我朋友就特别尴尬，我朋友就看着司机，然后司机说100，然后我朋友就付了车费，又给司机转了100块钱，然后就是在转这个100块钱的过程呢，我吐完了，我就下车了。下车了之后，我朋友还在那个车上在扫码，就是在给司机付那100块钱的时候，因为先付了车费，后面付100块钱。然后据我朋友说，我等他付完车费下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在马路边找我找不到，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说我人不见了，就可能也就10秒钟的时间吧，他就开始找我，然后发现
我在另外一辆车上，而且那辆车是一个私家车，不是网约车。然后发现我坐在那个车上有司机在，应该是在等人吧，我就直接把后门拉开，我坐上去我就开始吐，然后我居然没有被打，好神奇啊！然后我朋友就特别尴尬，然后他就去跟别人道歉，问别人多少钱，然后就又赔了别人钱啊、然后反正也可能要讨价还价吧，可能又付了100-200块钱，然后呢就是他把我从那辆车上面弄下来的时候，然后就开始问我住哪里，然后可能就搞了很久吧，我就可能我整个人完全断片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就没有说我住哪儿，他就又把我打车带回了他家里面，就是他合租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到现在，然后他为了怕我不相信，他就把他昨天晚上所有的打车的记录，就过来接我的，然后把我接回去的，还有给别人司机就是陌生人转账的2笔钱给我看，反正加起来应该有500-600块钱吧。然后我就特别尴尬，我说不好意思，我就把钱转给你。然后他说你去照一下镜子，然后我就去，我衣服裤子都没有脱嘛，我就直接在家床上躺着。他说你去照一下镜子，然后我就照镜子，我发现就是我这里，就是这一片，全都是破了，然后就是流的血，当然那个血已经干了。我应该还有照片啊，我找一下我当时的那个照片。哦，我找一下。哎，好像不见了。然后就是全都破了嘛，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你昨天晚上从车上下来的时候，然后那个直接就摔地上了，就是从那个第2辆车上下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直接摔地上了。摔地上了之后呢，啊，我找到那张照片了，就你们看一下，可能看不清吧，就是这里，哎，这里脸上就是全都是那个当时的那个伤疤，可能看不清，有点反光。然后呢，对，那个时候比现在瘦，我知道，那时候很瘦。然后就是摔破了嘛。他说这是你摔的，然后他说我当时都没有他说我当时都忘记给你拍照了，我就急着去扶你起来，因为我吐的全都是吐的到处都是嘛。然后我就开始就在他们家洗了个澡，然后就发现我的裤子上我穿了一条白色的短裤，就是那种大概到膝盖的那种短裤，上面全都是血。然后我就洗了个澡，然后他们给我涂了点药，涂了点凡士林还是涂了什么，然后我就说那我回家，因为我回家我换衣服呀。回家换衣服，然后还要那个就是清理一下伤口什么的嘛。然后我就在他们家楼下打了辆车呢，那个车就他们住在郊区嘛，就比较远。我从他们那儿打车回去，可能得有个20-30公里吧，回我住的地方。车开了大概不到1/3的时候，我就跟司机说停车，我受不了，然后就开始下车，又开始吐。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能吐啊。就我觉得我昨天晚上不是已经吐了2次了嘛，然后我就开始让司机停车之后，就是走了那种快速路，你知道吗？就类似高速的那种快速路，然后他就在那个就是那个应急车道上面停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应急车道上吐，疯狂的吐完了之后，然后就回家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很多人就是都知道了嘛，然后就变成了大家的八卦。然后呢，就传到了我前任的耳朵里，然后我前任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就是反正就是挺不高兴的吧，然后就他中间还约过我出来约过我见了我一次，就是说听说你现在玩的就是很喜欢去酒吧呀。然后玩的很疯啊什么的，然后就说不希望看到我这个样子什么的，但是也没什么。然后后来可能又过了1个礼拜吧，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开始撮合我跟他复合，然后呢就安排我们2个人就是见了2面吧，然后就开始
讨论复合的事情。就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走出来了，因为我们是19年的10月份分的嘛，然后当时是20年的8月份了已经。就我以为我已经走出来了，但是当我听到他的朋友来劝我跟他复合，然后他也愿意跟我聊一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意识到，就是说哦，原来我还没有放下这个人，然后我还愿意跟他复合，所以呢，我就是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说放下了这个人，或者说忘记了这个人，就是分了已经10个月了嘛，然后就跟他谈了一下，聊了2次吧。第一次是在酒吧的门口聊的，第二次是在我家楼下的星巴克聊的，我还记得。然后还有个插曲，就是其实我当时在跟杭州的一个小朋友，也不能算网恋吧，就是异地恋吧，应该算是异地恋。然后呢，我还挺尴尬的，然后我就跟那个杭州的小朋友说，我说我前任，我说我要跟我前任复合了，我们还是算了吧。然后就是把那个小朋友当时伤的还挺严重的，就是我也想了一天，做了一天的思想斗争，然后晚上的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我说我想要跟我前任复合，然后我们还是算了吧。完了，他就特别的难受。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你是哥哥吗？什么叫我是哥哥吗？我比这2个人年纪都大。然后我就跟我前任就复合了。复合了之后，对，就差不多了吧。这是我跟他第一次复合，当然我们2个人肯定不止复合这一次嘛。就我觉得今天晚上先就讲我跟他第一次复合吧。就是后面的故事可以留到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再讲。其实我跟他复合的中间还是有一些插曲的，就是其实我们俩第一次分手的时候，那些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些矛盾也没有解决，然后呢2个人都很担心说会不会有那种之前没解决的问题会再出现。就是我跟他第一次分手的原因呢，其实肯定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我不说他的原因，我说我自己的原因，就是有点疑神疑鬼的，然后控制欲跟占有欲都特别强，然后会比较胡思乱想。就是会觉得他是不是这个啦，是不是那个啦，然后就是可能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安全感吧。我不知道是习惯还是性格。我不是说我跟他在谈恋爱的那1年多里面，我完全不出去玩，我也不社交，他也不会带我出去见他的朋友，就等于说我的生活里除了我的工作，除了我每天那个时候在打阴阳师，对，那个时候在玩阴阳师，除了每天玩游戏，每天上班，就是他，就是没有别的生活。当然会跟我室友一起出去玩什么的，跟我室友一起去吃饭、逛街、买衣服什么的，然后我就没有别的生活了，完全没有别的生活了。所以我会有太多的精力放在他身上，比方说他去干嘛了，他怎么样了，就是我会格外的去关注他，因为我等于说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嘛，就我的生活里就全都是他，所以导致我会想要去占有欲或者是控制欲比较强。我觉得可能也是强迫症，的一种吧。所以这些问题就是会激化嘛，然后分手了，那个就是我们2个人分手了，导火索也很搞笑，就是我跟他有一个共友，但是那个共友我不认识啊，但可能从
外形上来讲跟我是一个类型的，我不是说长得像啊，我就说可能是一个类型的，就是有点肉肉的、胖胖的这种类型。然后呢，就反正会是他喜欢的类型。然后有一天就是看到他突然在这个人的朋友圈下面点了一个赞，然后我就开始疑神疑鬼，我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我知道那个人肯定是他的菜，我就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是不是去面基啦？干嘛的？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反正就是倒是也没吵起来，但是就是闹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后面就成为导火索，就分了，然后就反正挺不愉快的。然后后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我健身啊，我去日本玩啊，然后疫情啊，然后就是我认识了一个杭州的一个小朋友啊，异地恋啊，然后就后面又在他朋友的安排下，然后就撮合我们复合，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数据真厉害，刷到狸猫，对，我是小茉莉的 Airs 的老板狸猫。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安全感，可能是，我觉得不是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是控制欲比较强吧，就是我没有别的，我的注意力和我的精力没有地方去释放，就只能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呢，同居也好，不同居也好，当然我跟他是同居啊，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社交，要有自己的圈子，要有自己的事做，不然你就会把你的多余的精力全都放在对方身上。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嘛，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对，就是需要自己独立的时间和空间，然后你的精力需要去平均的去分配，不能把你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对方身上。这样一方面会比较，我讲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在给你们一些指导，就是会容易有矛盾，过分的把精力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会消耗热情，那个热情会迅速的消耗掉，然后转化成矛盾。我反正是这样想的吧。但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跟你分开的这1年里面，尤其是后面的这半年，我出来玩，我来酒吧，然后我出来认识朋友，我说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了，我也有我自己的社交了，我应该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盯着你，然后守着你，黏着你，就是我说我应该不会了。反正就是这么跟他谈的嘛，就是说以前的那些问题呢，虽然没有解决，但是我感觉以后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再复现了，也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跟他年纪差的比较大吧，跟他差了10岁，然后什么得了吧是什么东西？我跟他差了10岁嘛，然后思考啊，思考事情的方式啊，价值观啊什么的，就没有太不在一起吧，不在一个世界里面。怎么认识的？就软件上认识的 Aloha， 当时还叫 Aloha 上面认识的。还挺搞笑的。那天呢，我小学同学我初中同学来深圳找我，不是来去广州出差，然后呢，他就说让我去陪他玩，他说反正他公费吃喝嘛，然后他说让我去酒店跟他一起住，陪他玩，是个直男啊。然后呢，我就说行啊，完了我就是坐了一个大巴车从深圳去广州。完了，那个在大巴车上就在那块刷 Aloha， 刷小软件，然后，
然后就刷到他了，就开始跟他打招呼。我就问他在哪儿啊，然后他就说他就说在哪里在哪里，然后他就问我，我说我在去广州的车上，他就以为我是外地人。他说你是来旅游的吗？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去广州找我同学，我说我明天就回来了啊，我说后天就回来了。然后我回来之后呢，就跟他面基，完了。我就一看到他，哇，好喜欢啊，就是完全是我的天菜，真的就是我室友，我当时不是跟我室友合租嘛，我室友后来就是后来就说我那天晚上，他说阿赞那天晚上的表现，就像一个发了春的少女一样，就回来之后一直很激动的跟我室友说，哇，我刚才出去面基面的那个人好可爱，我好喜欢他，完全是我的天菜，怎么样？就我自己有点不记得了，是我室友后来跟我讲的。就是我那天晚上特别的花痴，我自己是有点忘记了，可能我自己当时表现的比较激动，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吧。然后我室友就说，就是我表现的还挺夸张的。后面又面了2次机或者是2、3次吧，就差不多确定关系了，然后就在一起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想跟你谈，想跟我谈是。稍等一下。好想跟你谈薪资，你要跟我谈薪资吗？你拿什么跟我谈薪资啊？啊，如姐，你要跟我谈薪资吗？抖音上跟谁都想谈，是啊。唉，果然讲故事人还是多。应聘酒吧工作，老板不是他。你的年终奖就是赔公司1万块钱，请你付一下。谢谢冰可乐好好喝的粉丝团灯牌。为什么有些人进来之后刷一个很大的礼物就走了？就那个礼物对我来说就是挺大的，就是那种什么几百或者1000英镑的那种礼物，我觉得其实已经算很大了。为什么刷完就走了呀？就是有钱人都这样吗？我173，穿鞋175，穿皮鞋176，穿球鞋175。什么比较快？什么东西比较快啊？哦，他有其他喜欢的主播，不能让别人知道。就是的，有钱人的时间我也不是很懂。介绍的真详细。哎呀，因为我希望自己看起来高一点嘛。更喜欢的人直播了，那也有可能吧，可能还是我
不够魅力，留不住大哥，留不住大佬，留不住我的，留不住那些大佬。谢谢你是火烧云呀的关注。我的本名当然不叫阿赞了，你觉得阿赞听起来像一个人的本名吗？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已经关注的可以上一下粉丝团灯牌，谢谢怀恩的粉丝团灯牌，帮主播增加一下人气。主播有人气了，就可以给你们讲故事听。本名叫狸猫，我本名叫张开，好吗？张老板。这什么东西啊？我回个微信消息。加班儿，你毕竟你工资那么高，你工资比黄姐、比佑佑都高，加班是你应得的。透露本名，为什么要透露本名啊？你加班是你应得的，问你老板要加班费去，又不是我让你加班的。你要是加班帮我 P 照片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付一下加班费。啊，佑佑不是一个月，你不是一个月7500吗？佑佑说他一个月3、4千，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可能我记错了吧。哎，不用在意，我记得也不准。我明天早上7点定了7点半的闹钟，明天早上好早起来，好痛苦啊！哎，我的榜一大哥又来了，他每次就是默默的刷个礼物，然后就走。对，今天是衬衫，今天穿了黑衬衫。欢迎我的榜一大哥悲与喜。学学小是什么东西啊？谢谢余光发生的大啤酒。什么叫可以学学小啊？喝不了回家是什么意思啊？接不上你的梗。喝不了回家，我现在确实挺困的。谢谢醉卧亭边早就不识君送的人气票。我发现讲故事还挺累的，嘴巴都给我讲干了。黄泉没有抽2+1，黄泉抽了0+0，专武还没有抽呢。没有钱啦，不能再给米哈游贡献了，就这点工资全都贡献给米哈游了。困就睡觉，现在还有点早，我可能12点睡吧，今天12点睡。我一般睡7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我不拖欠你年薪啊，我欠你3个巴掌，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扇你还给你好吗？可以多扇你一下当做利息。想扇你又怕你硬，怕你爽。谢谢你的室友关注。
开个玩笑嘛，画风突然变一下。你也是麦当劳吗？我可以付费当一下你的星巴克。新出现的人物，你说小茉莉剧里吗？小茉莉剧里的新出现的人物叫演员叫曹叔叔，角色的名字，这个角色好像没有名字。点个歌，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歌啊？我随机播放的，就这样吧。米哈游啥游戏？米哈游是一个游戏公司的名字，它有我在玩他们家的星穹铁道和原神，我都在玩。女团很火，我不关注女团，她在我这里火不起来。对，演员的名字叫曹叔叔。演的反派有感觉吗？有感觉就帮我多刷点弹幕啊！你看小茉莉里的弹幕都是龙二卡爷，龙二卡爷，什么时候刷点我呢？希望我的名字在弹幕里也能多出现一点。刷了，谢谢你帮我控屏。你帮我控什么屏啊？我看到有好几条弹幕都是一样的内容，应该是一直复制一直刷是吗？不小心滑出去了，不小心。对，我发现抖音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看着看着手不小心滑一下，然后就滑出去了，然后再进来就特别的突兀。粉丝群，你有什么粉丝群啊？哎，你看这里有个人的名字叫和光同尘，你叫与光发生，你们俩要不要认识一下呢？清醒的咖啡糖是才会的玫瑰褪色。曹叔叔似乎也是大红人，自信点，把似乎两个字去掉，超级红好吗？人家以前都是很火的肌肉男好吗？长得也好看，身材也好，性格也好，唉，羡慕呀。其实阿赞拍点视频就会涨直播推荐流量和粉丝的。是我这个周末是准备去拍点视频，你们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刚来再说谁，再说阿赞。我性格挺好的呀，谢谢你的夸奖喽。我这个周末打算跟找朋友帮我拍点视频，但是我不知道拍什么内容以及拍什么类型的。我不知道现在的流量密码是什么，多拍几部剧，也得有人找我拍啊，我也得有剧可拍啊。跳舞我不行，直接擦 K-pop， 哎，直接擦的话，那我在家里就可以拍啊。谢浮生须臾的入团卡。玩桌游4叉，我之前被别人拍过，但是拍的不是我，拍的是孙艺修，然后我在那里安静如鸡的听他讲话。这个张斌是深圳的吗？我知道你认识我，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上次是不是说你在宋文爽家见过我？流量啊，和刘墨，对，请问你到底是谁啊？我去群里面问一下这个人是谁。
我去群里面问一下。拍日常照片，日常穿正装。我想拍点视频，我觉得一直发照片也挺无聊的。但是视频呢，我又不知道拍什么内容。我可以穿正装拍，但是我不知道拍什么内容。要不要设计一些什么内容？设计一些什么镜头？设计一些什么主题之类的？别冷落，榜一又来了，榜一是那个悲与喜吗？悲与喜大哥，哇，大哥你刚才是又送了个什么？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谢谢大哥送的闪耀星辰，我没注意，我刚才去微信群里面去聊天了，谢谢悲与喜送的礼花筒，哇，谢谢。谢谢浮生须臾送的绅士帽和点亮。哦，我看到了，谢谢我的榜一大哥悲与喜，谢谢雨光发生送的小心心。话说我今天晚上去吃完饭，去买了一个刮刮乐。刮了110块钱，然后什么都没中，1毛钱都没中。我跟图图怎么认识的？我说了呀，他看了我抖音，然后知道有我这么个人。然后呢，后来我跟朋友去他的酒吧玩，就是狸猫这部，就是小茉莉里这部剧。我不是演一个叫狸猫的老板嘛，开了一家叫 Airs 的酒吧。那图图线下开了一家真实的酒吧，就叫 Airs，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去这个 Airs 酒吧玩，他就看到了我，然后就说有在抖音上见过我，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拍电影。谢谢小威哥送的喵喵捏脸。好不了的伤口，在美丽的门口，寂寞的出口。哇塞！我觉得这个大哥，这个榜一大哥也不怎么聊天，就刚才那个榜一大哥也不怎么聊天，完了时不时来刷个大礼物，完了就走。那个酒吧拍芝麻的时候盘的剧情是这个，什么盘的剧情啊？再拍几部就可以直播带货了，我也希望可以再多拍几部，能不能直播带货不说，能有人找我来拍也行啊。话说拍这个应该是纯用爱发电吧？这个我就你们猜呗。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讲，你们猜吧。商业机密。对，
应该就是这个酒吧，那可能就是这个酒吧吧。我忘记他这个酒吧是什么时候开的了，是21年还是22年，我有点不记得了。我觉得他拍的戏都还蛮火的。是我的歌就是随机播放，这会儿播到 K-pop 我就谢谢浮生须臾送的小熊猫帽啊，我的榜一大哥又回来了。那个北雨喜大哥感觉很忙啊，不停的在直播间里面转悠是吗？他说他不认识你。他说他不知道你是谁，他说应该是个同性恋，盗用别人的名号。算了，你不愿意说你是谁就算了呗，我也不打听了。谢谢丫丫送的粉丝团灯牌。你3年前就认识百里啦，我是2年前认识他的。认识我的话，可不可以帮我上个灯牌呢？谢谢丫丫送的那个大啤酒。哇哦，今天有4698的音浪，如果能破5000的话，算是我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了。昨天差一点啊！榜一点歌了，榜一点了什么歌啊？主播一般什么时候播？主播一般这2天是9点半到10点钟之间播吧，然后播到我睡觉为止。我之前都是11点、12点播，最近几天提前到9点多播，可能就9点多吧。榜一点歌在哪里看榜一点的歌啊？点个歌呗，这个年纪。那个榜一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啊？这个年纪啊，你说歌名叫这个年纪吗？我搜一下。这个年纪是谁唱的呀？我搜一下。是叫其一吗？哦，我没听过这首歌。我看一下。哇，好直啊这首歌。你们怎么都知道？谢谢悲雨喜送的状元帽。主播什么歌都听啊，听的不止 K-pop 好吗？当我发现我遇到了该成家的年纪，当我的女人呢？当我的女人吗？当我习惯把时刻都变成了童话，当我的单纯呢？当我的单纯呢？这个年纪我已不再将就，有些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再也无法回头。悲雨喜送的镜中奇缘，谢谢你哦。为什么比剧里看的要瘦？因为我那个什么减肥了。我是10月份、11月份拍的，然后我现在就是我有在游泳，我11月份、12月份都在游泳，然后中间也有去做一些力量训练，所以有点效果。我不是程序员，但我是搞 IT 的，然后做 IT 服务解决方案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但是我只能这么说，很难去给非这个行业的人解释我是做什么的，
你就简单的理解我是写 PPT 的就好了。然后我 PPT 里的内容就是各种 IT 技术的东西。更喜欢图图，这就是你不给我点灯牌的原因吗？哎呀，还蛮好听的这首歌。咨询顾问，对，我是做售前咨询的。谢谢杯与喜送的99个啤酒，谢谢你，谢谢我的榜一大哥杯与喜。哦，对，101个啤酒。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东西。对，沉默的大哥就是默默的送我礼物。哪方面的授权 ？IT 啊 ，IT 服务解决方案 ，IT 基础设施 ，IT 基础架构，数据中心、网络，桌面应用 ，SAP， 还有。私有云、公有云，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开始聊工作了吗？机房、烽火水电，还有各种AI 的东西，然后AI 比较少吧 ，AI 现在是炒概念，然后还有一些数字孪生，然后元宇宙。一些解决方案啊，我们公司业务范围是挺广的。谢谢哇哦送的粉丝团灯牌。是的，业务解决方案都有。对，不是我们这个专业里面的，我就很难去解释说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榜一大哥，你还有什么想听的吗？放完了这首歌，我记得那天有谁说想听电台情歌，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刚好系统首页有电台情歌，那就放一下吧。这首歌好老啊，应该是我在10几年前听的。是的，我领导对我的这个胡子，还挺满意的。他觉得因为我是要见客户的一个岗位嘛，我要去给客户讲方案、聊需求什么的。他觉得说我的这个造型比较少见，比较有个性。他觉得可以镇住客户，让客户一看说，哎，颠覆了客户对传统 IT 男的一个印象。然后再穿个小正装，对吧？穿个小西装，还挺有个性的。然后可以让客户比较觉得我这个人是有点东西的，所以我领导对我的这个样子造型外形比较满意。那倒是没有看上我，人家是我领导是一个40多岁快50岁的已婚直男，就是我的这个形象跟传统的 IT 男的那种普罗大众对 IT 男的形象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当你看到了一个搞 IT 的，但是又这样的一副形象的，他就会对你稍微有点印象，会觉得你这个人会注意到这个人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能懂吧？所以我领导非常赞成我留这个胡子，但是他就每天都在催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他就希望我快点结婚，因为不结婚就不稳定嘛，不稳定就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嘛，然后就是随时会跳槽嘛，所以我领导就比较希望我能快点结婚买房，然后定下来，要么背个房贷，要么就是结了婚要养老婆孩子，反正他希望我有点压力，不然他怕我跳槽。
谢谢悲与喜送的荣耀奖牌。在长沙给你买个房，我在长沙给你买个墓地吧。不行，买墓地也便宜你了。啊，我不是同志，我是直男，对。但是我非常理解同志。对，我直播间的粉丝也都是直男，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直男讨论同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欢迎你也加入我们的讨论。虽然我自己不觉得啊，但是我身边的人都觉得我长了一张点同的脸。这么点同的一张脸，你问我是直男吗？那你问我说不是同志吗？那我也只好说我不是啊。我要对得起你的质疑啊。很会演，只是比较爱演吧。谢谢悲与喜送的一点心意，谢谢浮生须臾送的荣耀勋章。拍小茉莉，我的天！对啊，我拍小茉莉怎么了？对啊，我拍了小茉莉，我是里面的那个狸猫。谢谢榜一大哥悲与喜，谢谢浮生须臾。IT 男转型演员，这个我不敢说啊，不敢说转型，但是就是拍着玩吧。啊，晚安，我的榜二大哥要睡觉了，晚安喽。因为搞 IT 所以到深圳嘛，因为我学的是通信工程大学，所以我一开始搞通信的，其实通信跟 IT 差的还是比较有点隔行啊。小茉莉全是同志，不然呢？对啊，不然呢？谢谢喝大醉的关注，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敏感词有哪些？你发言挺正常的，好像会看不见。你刚才有发什么言吗？哦，我看到你说有人挺冒昧的，直接说我是直男，但我是直男范儿啊，说你是，但你是直男范儿。你是直男范儿，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你的头像好像你没有作品，你的头像也看不出来你长什么样，是一个卡通 AI 的头像。欢迎张斌回来我的直播间。我也不知道敏感词有什么呀，换首歌吧，我也不知道听什么，听张宇吧。你们喜欢听张宇吗？我还蛮喜欢听张宇的歌。我一眼能记，不是伤心，
那个被雨洗，我的榜一大哥送了一个热气球，怎么就走了？我还来不及感谢他。就这个，可能有钱人的大哥的脾气真的是摸不懂。我天哪！哈哈。不是5K， 是0.5K， 要除以20，是除以20对吧？我也难禁，忍不住伤心。不再温热的呼吸，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与不爱之间的业绩就是音浪，音浪我这里看的是1.1万音浪，1.1万的音浪应该就是业绩嘛？我不懂啊。我算一下。大主播不敢当，我不是什么大主播。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为难自己。问问榜一大哥想听什么吧，榜一大哥好像不在。榜一大哥就是来一会儿走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一会儿的，完了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黄色爱心牌子怎么获取？什么叫黄色爱心牌子啊？我不太懂。你名字前面也有黄色的爱心牌子啊？对啊，你有啊，好像送那个灯牌就有了吧？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加入粉丝团，对，加入粉丝团就有啦。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我还蛮喜欢听张宇的歌的。你给我的天堂
红色的河吹灭小河山是什么东西？红色的河。阿赞哥有空就说刚进直播间的宝子们加一下粉丝团支持主播。好的，好的，好的。刚进直播间的宝子们加一下粉丝团支持一下主播。谢谢你教我。那我们听完这首歌再说吧。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阿赞可以去看曹叔叔跟祥叔叔两个的视频风格。曹叔叔那身材好啊，人家是肌肉男啊，我拍不出来那种风格吧。我们要一起的我去看一下那个叫什么祥叔叔是什么风格，搜一下啊。向别人要趁早，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这个叫祥叔叔的也在广东哎。行吧，我这个周末去拍点作品。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看着我心软。不要谁心里带着伤。但是曹叔叔跟这个叫祥叔叔的好像不是一个类型。我看这个祥叔叔应该是比较偏雄肺的，曹叔叔应该是比较偏猴肺的。喜欢我的性格呀？那谢谢你的支持。为爱讨好，安然地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向别人要趁早。我没有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希望大家加一下粉丝团，支持一下主播。我要把这句话背下来。曹叔叔是下面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下面的？我可以永远跟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向别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好了。还要提醒多点赞啊！好的，好的，好的，我把它打印出来，贴在我的电脑显示器上。Bottom， 曹叔叔应该是偏一，对。你的拥抱，忘了就好。你们刚才说那个叫什么红色的河是吗？我搜一下啊。红色的河，旅行团和吴青峰的合唱是吗？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们，请大家加一下我主播的粉丝团，记得帮主播点一下赞，谢谢。谢谢老柚子送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建筑咨询的点赞，可以拍点尬段子，类似端着正经的搞笑男。行，我这两天多刷抖音，然后研究一下，我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借鉴学习的，好吗？
吹灭小河山，我搜一下。谢谢军民送的你最好看。我的榜一大哥又回来了。榜一大哥，你去哪儿了？唐千云，谢谢醉卧亭边早就不识君送的人气票。这周就会加更啊，这周日就加更了。这周如果加更的话，2集我就又会有配音的任务会重一点儿。去找歌了，来首《生而为人》。是叫上士达吗？是上士达唱的吗？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可以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帮主播点点赞，谢谢你们的支持。主播需要你们帮我弄点热度。说过不会抽的烟，都已经吸进肺里好几年。曾经的梦想天真无邪，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到时候把我跟曹叔叔的故事单独剪出来，可以呀。你说你自己剪吗？生命可以不负贵贱，可有人生来就被叫做少爷。有人睁眼看着地面，抬头都是些肮脏的嘴脸。立志要走社会的前列，可总是摆在势力的面前。那期待你的作品喽。抱歉。我想忘了从前的一切，做一个凡事不问的俗人。从今天起远离人群，做一只狡猾的狐狸。那天我双手合十，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我用了一半的青春来思考做人的道理。比起年少的自己，行千万里，再别忘了初心。不敢发，这个我不知道百里会不会起诉你啊？哇哦，谢谢悲雨喜送的繁花蜜语，谢谢榜一大哥。你可以问一下百里啊，问百里说可不可以发一些网友自己剪的二创作品，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你可以去他的直播间问一下。哇哦，谢谢榜一大哥悲雨喜送的状元帽。
肺腑之言，抱歉。我想忘了从前的一切，做一个凡事不问的俗人。从今天起，远离人群，发粉丝群里也可以。那天我双手合十，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哦，原来你喜欢马东锡啊！来思考做人的道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帮主播点点赞。哎，我也觉得那个状元帽戴着还挺好看的，可能我脸比较圆吧，比较适合戴那个状元帽。谢谢 Rigoletto 是这么读吗？送的粉丝团灯牌。我每次读你们的英文 ID 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那个该怎么念。没有，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了，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说，然后刚好有人说，我就接了一下。我觉得那个设计的还蛮好看的，有点饿了。我用了一半的青春来思考做人的道理。对不起，年少的自己，行千万里，再别忘了初心。叔叔好帅，请问你的年纪多大？如果你不超过20岁，我可以接受你叫我叔叔。如果你超过20岁，请你改口好吗？你可以不用叫什么哥哥之类的，你可以直接叫阿赞，但是不要上来就叫叔叔好吗？谢谢 James Happy 送的春日花环。哎，等一下，怎么在播这首歌啊？这个捏捏小脸也蛮好看的，谢谢。被雨喜榜一大哥送的捏捏小脸，谢谢板蓝根跟冲击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小威哥的粉丝团灯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请大家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团，然后帮我点点赞，谢谢。谢谢百变小樱的粉丝团灯牌。谢谢代号，哎呦，吃的糖掉出来了。谢谢代号 L337的关注。Lead the way， 我搜一下啊。喜欢牛姐啊，我也蛮喜欢牛姐的。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帮主播点点赞，谢谢，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的支持。
比较间，却不让世人不眠。偶尔我会在对是否很深刻无言。也不能每年看的少年空风月。夜角山蜜风月，繁华万千无夙愿。何时轮回夙愿，颠簸后银河间，从不退却。谢谢早点睡觉的分享，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可以帮主播点点赞。可以的，可以的，我也很喜欢牛姐，我喜欢小牛姐 A 妹，她的妈妈大牛姐我也喜欢。谢谢张斌送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张斌。每次感谢你们的礼物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职业的口播，我要用一些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来念这些东西，不然显得自己好像一个机器人。谢谢早点睡觉的关注啊！听一下牛姐的 Lead the Way。That you and me would fall and land together. And could have foreseen in you I'd find the place I'd belong forever. And if I move closer, the love will take over and lead the way. 谢谢西西的关注。Losing the faith that love would be mine to treasure. And now nothing's the same. I found myself reborn on the day I met you. And if we move closer, 怎么看自己的 PK 值啊？ then love will take over. 我好像没有 PK 值对吧？没有段位。我觉得 PK 好社死啊！点赞也能升级升团级，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这个。And the truth I used to hold changed. And if I move closer and let it take over. 谢谢帅帅的粉丝团灯牌，帅帅你又回来了。其实我想听一下《志明与春娇》。谢谢可乐、咖啡可乐和包比大王送的粉丝团灯牌。那连线刚刚开了，是你开了还是达到2级开的？哦，我刚才把连线打开了，就是我发现我之前好像关闭掉了这个观众连线的这个那个什么，我现在是我刚才开了，我把连线跟 PK 都开了。
谢谢风起远洋送的粉丝团灯牌。PK 要表演才艺，那我不 PK 了。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歌。哎，推荐。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谢谢什么？哦，我唱歌其实还好，我只能跟着唱。你说我吗？是我吗？我唱歌五音不全。哦，听一首老歌吧。听一首老歌喽。听前奏，你们听得出来这是什么歌吗？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希望大家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可以帮主播点点赞。哎呀，还是帅帅厉害啊！这个不识君也能听出来，你们都很厉害。伸展一下，我做的我好难受。呀，老王来了，谢谢老王的粉丝团灯牌。当然要瘦肚子啊！谢谢老王送的加油呀！李小璐就算了吧，哎，我可不敢当，我不是你男神，我怎么是男神呢？我是你的小王，喊我小王就行了。这个，我看了一个微博，好搞笑啊！就是有一个网友发了自己银行的余额截图，就是显示他银行卡余额有8万，然后他发了一个问题，叫做8万的预算在深圳能玩3天吗？求大数据推给深圳的友友们，这3天到底该怎么玩？就他发了一个这个小红书吧，应该是，然后下面的评论点赞最高的一个答复是8万块钱你可以让一个应届生在深圳给你打1年工。我操，好牛逼啊这个评论。笑死。还有说只要你够努力可以9万回去，过来深圳必须要打1份工才能让你回去。笑死我了。对，确实是事实。
好笑了。走了，好的，好的，好的，拜拜，老王。对，还有一首歌叫《悲伤的秋千》。不怪这一段情，空仿佛在排练，心碎的影子，等待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我不知道我没有放错，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我反正是放了一首这个歌，有一首歌的名字叫这个。谢超爱百里屠夫送的粉丝团灯牌。我们要各自相遇。让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经过太少10年，前来看看你的人。茫茫梦里，去哪能让人欢喜？梦起来又太讨厌。想来那年活得匆匆一年，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雨水着你，春风夜夜。应该是吧，因为我觉得这周今天已经周3了，然后减两集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好的，我睡觉前听一下吧。再见不能红着脸，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日光过去还值得眷恋，离开吧，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不得也不见？日光再见不能红着脸。还没有配音哦，还没有开始配音。我估计周6或者明天吧。哎，明天是周几啊？哦，今天周3。我估计明天或者周5应该会找我们配音吧。我们要各自睡前。我们要藕断丝连。找到一首很好听的老歌啊！我去百里配音那天他直播了吗？我不知道。如果这周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想去他那里配音，我自己配的那个感觉不太对。孤单的你去，我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和谁怀里。太高的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继续。我和你为何都我来不及？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跟鸭子有什么关系，就只有一句歌词硬往鸭子上靠。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哦，好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
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苏慧伦的《黄色月亮》没听过哦。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谢谢，需要你的支持哦。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是你在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去吧，没什么了不起。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这么晚了，今天我准备早点睡。你在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以后如果没有话题，有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分享。那个会不会被系统判定为我在带货啊？那个会不会被封号啊？去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我记得他们好像说会被系统判定为我在卖东西。也可以不要你。对，是爱就爱了。你真的什么都知道，但是是我不小心点到的。有的时候会怀疑你的年纪，感觉你跟我一样大，甚至有些老歌我都没听过。你是中华曲库是吗？是吗？下次我要听你当面给我唱歌听，完整的唱。亦欠我很多女人，怕結婚只會守3分鐘諾言，承諾過要戒煙，但講了。謝謝恒寶的粉絲團燈牌，愛你哦。但對返工厭倦，至少不會發現，但是仍唯獨你愛我這廢人。怎麼辦？我現在一點都不困，但是我7個小時之後就要起床。是啊，真的愛你。爱你的话，你打麻将可以给我点炮吗？我这种无赖，是话你循环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太好悲有多壞，但你亦永遠不見壞。好撇近我這種無賴，活大半生還是很失敗，但是你死都不變心。跟我笑出來，就算壞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什麼時候打？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周6有沒有時間打。反正李唐輝這周末在杭州，我比較自由。褪黑素不能老吃啊！褪黑素有很多問題。第一，它會增加，對於男生來說，它會增加你陽痿的幾率。第二，它會增加你患糖尿病的風險，所以沒事不要吃褪黑素，更不要把它當成安眠藥吃。在地球唯獨你愛我這廢人，出錯你都很
去忍。然而誰亦早知不會發生，偏偏你願意等。為何還喜歡我這種無賴？是話你蠢還是很偉大？在座每位都將我踩，口碑有多壞，但你亦永遠不見怪。何必跟我這種無賴？活大半生或者很失敗，但是你死都不變心，跟我笑着捱，就算壞我也不忍心。還喜歡我這種無賴？是話你蠢還是很偉大？在座每位都將我踩。我現在準備睡了吧？聽，我看一下還有沒有我想聽的歌。何必跟我這種無賴？活大半生還是很失敗，但是你死都不變心，跟我拼命捱，就算別個也不忍心，偷偷作怪。好，再聽一首更老的歌，我們就睡覺。哎，聽前奏有沒有人能聽出來？这个歌真的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听的歌了。I'm living my life in your hand. People say I'm crazy and I'm blind. How you got me blind? It's a mystery.谢谢悲与喜，我的榜一大哥，你又回来了！谢谢你的状元帽。谢谢 A 们送的粉丝团灯牌。欢迎超啊！对，我真的觉得刚才也有人说这个帽子特别贴我的脸，我说因为我脸太圆了，他们说你是不是想暗示那个榜一大哥继续送？我说我真没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状元帽真的这个特效真的好贴合我的脸。我想听几首后街的歌就睡了。你看这个帽子也挺贴的。谢谢悲与喜送的大侠来了。谢谢悲与喜送的花布头巾，谢谢我的榜一大哥，谢谢我的榜一大哥，谢谢你，今天晚上真是让你破费了。我觉得我的榜一大哥很有品味，挑的礼物都很适合我。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don't care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don't care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谢谢悲与喜送的与你情牵。
谢，亲爱的榜一大哥。啊，为什么会有这么老的歌？这是系统推的，这不是我的审美。既然听到 Backstreet Boy， 那就再点一首呗，点一首更经典的好吗？90年代的。谢谢悲与喜送的二哈狗狗，谢谢你啊！制服控吗？你说谁是制服控？我是制服控吗？我不是制服控，我是正装控。谢谢悲与喜送的玲珑现世，这个特效还没见过。哎，状元帽又来了。谢谢悲与喜。谢谢我的榜一大哥。对，我很喜欢 Man at Play， 但是这是可以说的吗？这是可以讲的吗？是的，他说了。啊，我刚说听完一首歌就睡，结果现在听 Backstreet Boy 就停不下来了。谢谢老何。喜欢小品，小品是说我在演小品吗？对，我后面全都是西装，这些白色防尘袋装的都是我的西装，因为我的西装，我个人觉得我买的挺贵的，所以我就是把它细心呵护。好的，你要休息了吗，榜一大哥？我可能再听1-2首歌，我也休息了吧，因为我明天早上7点半要起来。有没有特别的颜色？你说西装嘛，我的西装有墨绿色的、深灰色的、深蓝色的，还有深蓝色条纹的，还有藏蓝色的，就5套吧，我应该有5套西装。谢谢1秒0分钟送的粉丝团灯牌。对，墨绿色的，是那种接近于黑的墨绿色。
see? Can't you see? Oh, you know the reality. You can make it right. That makes you larger than life. MVP 都是小品，是的，都是小品，但是我觉得比日本的小品要自然一点。我多高啊？我1.73米，可以加一下。这个身高你满意吗？满意的话可以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吗？帮我上一个灯牌呗。这个歌没听过吗？这个歌叫后街男孩唱的《Larger Than Life》。Larger Than Life 怎么翻译呢？就是比生命还伟大，或者比生命还宏伟。Every time I'm down, you can make it right. That makes you larger than life. 谢谢超啊送的入团卡跟粉丝团灯牌，谢谢3道杠先生送的粉丝团灯牌。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喽和入团卡。暴露年纪的组合，我没有在隐藏我的年纪啊！我87年的，我快40岁了呀，我37了，今年。欢迎小兵队长，谢谢小兵队长的粉丝团灯牌。后舍男生就是靠翻唱，也不是翻唱，对口型后街男孩出道的。170斤不到，我158斤。有种4郎的感觉，那算了，我还是不开黄腔了。本来想开个黄腔。其实知道后舍男生的人年纪也不小了，初代网红吧，应该算是。You can make it right, that makes you larger, that makes you larger, that makes you larger than life。你是大学生，是。你大9了是吗？哎呀，再听一首歌，我们就睡吧。再听一首歌哈，听完这首歌真的要下了。比较喜欢你斯文一点，我这个看状态吧，我有时候也挺闷的。有些 Go Go Boy 很像，你说那个很像陈建斌的那个是吗？是叫小陈还是叫什么？我忘记了。他挺帅的。When I say I want it that way, that 小兵完喽。我已经洗完了，是因为昨天直播的时候有人说想看我穿正装直播，所以今天晚上就穿一下。Nothing but a mistake to I never wanna see you say I want it that way. You're fine. 满足各种需求，那你可能要稍微就是送点礼物。狸猫笑的感觉有一点点什么，不是好话吗？不是好话就不要说，不想听。我没有80后不喜欢后街男孩吧？如果你也喜欢后街男孩的话，请给主播点个赞，点个关注，加一下粉丝团好吗？色眯眯的。
to be. Yeah. No matter the distanc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deeply down inside of me. Yeah. 谢谢陈小寿的关注。You are。哎呀！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加一个主播的粉丝团吗？需要你的支持。刚才是不是看到薄荷来了？Tell me why I never wanted you to say. 怎么办？我突然间又想听另外一首歌。那我就再点一首，再分享一首，不是再点一首。我觉得可以在个人网剧里、个人说明里加个网剧《小茉莉狸猫》，我加了呀，你没看到吗？谢谢三文君送的入团卡，谢谢陈小寿送的入团卡。在线的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吗？可以点个关注，然后加一下粉丝团吗？需要一点热度。Stay alive, I will survive. One love for the city streets, one love for the hip hop beats, one love. Oh, I do believe one love is all we need. 阿赞播了多久了？我看看，阿赞播了3个小时24分钟了。是 One Love。我小茉莉开播之后，我看一下啊，我去看一下我的直播数据。小茉莉应该是，我算一下，是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2月10号开始首次播。我看一下，我2月份没有直播，1、2、3、4、5、6、7、8，今天是第9场了，今天是第9场直播了。我的个人简介里面现在就是小茉莉狸猫哦，我加个网剧2个字吧。粉丝数上了1000多吧，应该，其实涨的没有涨很多。
我播一次大概也就涨100来个分，没有涨300分，因为我的那个数据没有特别好。帅帅晚安喽，帅帅晚安，谢谢你的夸奖，说我有品味，听 blue 的歌，那你可以点个关注，上个粉丝团灯牌吗？拍点樱花照，深圳没有樱花照哟，深圳没有樱花哟。谢谢 DCEB 临时突然送的粉丝团灯牌，下周去京都应该碰得上樱花季，羡慕你喽。You're on the stand with y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 nowhere to run, and nobody you can go. No, I just can't wait, that the case is open wide. You try to pray, but the jury will decide. Baby, I swear I'll tell the truth about all the things you used to do. And if you thought you held me fool, I'm telling you, objection overruled. Oh, baby, one for the money and a freeze eyes is two for the lie that you did not. 这是我念初中还是高中？高中吧，高1高2时候听的歌。我高中大概是在04年、05年的时候。哦，我们同一年的是吗？那就是高中，对，我高中。我在听2首我就睡。我是87年的，我不是90后啊，我不是90后，我是87年的。梦中的理想型啊，不敢当，不敢当，但还是谢谢你的认可。好，听完这首歌真的要睡了啊！这话可不兴说，像我表哥是什么意思啊？我不认识你表哥，我不知道你表哥是谁。谢谢超爱百里屠夫送的小心心，谢谢山月送的入团卡跟粉丝团灯牌。You want me girl，
狸猫在剧中有 CP 吗？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刚更新的第8集，你们没有看吗？你没看吗？我跟我的 CP 还接吻了嘞。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I know this is a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the first thing on my mind.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不是 Jason 是第7集，我的哥，我说的是第8集。第8集哦，谢谢少主公送的大啤酒，谢谢 James Happy 送的小星星。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I know this is a pain that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the first and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谢谢 James Happy 送的春日花环，还蛮好看的。Baby, we can make sweet love. Baby, take it nice and slow. I'm gonna touch you like I've never before. We're gonna make lov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d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de me wanna love, you made me wanna fall, you mad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Baby, there's a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the first and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 made me wanna love, you made me wanna fall, you mad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You mad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d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de me wanna love, you made me wanna fall, you mad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I know this is a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the first and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大冒险期的那个是我的 CP 哦，是我的 CP 哦，请继续关注。你看片头的那个片花，片头曲的那个片花里面有我跟他对视的呀，然后还有我在等他路边穿着白衣服等他下班，那都有啊。你都没有仔细看片头吗？你们是不是每次都跳过片头啊？片头是图图很用心做的，我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而且B 站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更改了它的那个播放的那个计算规则，以前是计算播放次数，现在是计算播放的总时长。所以如果你片头片尾把它快进的话，这个播放的总时长，我猜啊，在后台可能就不会被计算，然后这样对播放数据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推荐大家还是完整的看完片头跟片尾，这样对我们的播放数据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不是完播率，完播率是一个比例嘛，它是统计你的播放总时长。说白了，它就是鼓励你做长视频，就是跟抖音啊、快手这种去做一个不同的赛道嘛，一个是短视频，一个是长视频。所以，如果真的是你在 B 站看自己很喜欢的作品，看自己很喜欢的 UP 主的视频的话，我建议你们不要去拖那个进度条，这样会给你的支持的 UP 主或者喜欢的作品会有更多的数据，会更好看。然后谢谢是明艳啊送的粉丝团灯牌，我印象你应该不是刚来吧？你可能在1-2个小时之前有来过，所以就这样吧。
我准备反复观看算多长时间，就是你看了多长时间就算多长时间，反复观看就计算那个反复的时间。比方说一个视频有10分钟，你看了3遍，它就会给你算成30分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要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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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主线去了，加油加油加油！中岛美嘉樱花纷飞时，我下次再播吧，我要睡觉了。1点了，1点了，1点了，晚安喽，晚安喽，晚安，晚安，晚安，拜拜。